每件古董都有它的故事，承载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有句古话：360行，古董为王。与其说是品鉴古董，不如说是与古人对话。宁散千金，收世间珍奇，不图贱价，卖一般平凡。古人惜物，吾辈亦然。7800万、5万、1亿、1000万、2亿、1000万、3亿、4亿1000万、2亿3100万。最会赚新名是你的，谢谢，恭喜，谢谢成交了，感谢各位的见证。徐展堂看了这套，眼睛拔不出来了，说：“你师傅，你开个价，我不还价。”你看到了他的好的东西，然后他就是不给你。你放心，这东西我要有一天卖，我一定找你。这些东西呢，买到以后，后来也是被拍卖公司给玩了吧？拿 iPad 翻国外的拍卖，哎，看见一件东西，就我觉得我跟保利还是挺合财的。是，我记得我第一件给你们的重要拍品，应该我没有记错，是17年的春拍给你们的，对吧？也巧了，那年的愚公的一个重要拍品啊。包括那场可能我还给你们几件退赔的吧？退赔的，我在上海的小拍卖特别便宜，最后很贵买的，都卖得不错。你眼光比较敏锐，运气好。有的时候就说，哎，好多人问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你们是怎么能发现这些东西？第一个，首先我们干这个行业，我们就会有意识，对吧？有这个意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确实是要有运气，啊，有运气成分在的。你比如说，我就刚才说上次那个，就是上一场那愚公的那件重要的东西啊，也是特别巧。有一天我没事儿啊，我去古玩城常规啊去转圈，看看最近谁家有买点新的东西啊。喝了好多茶，一点干货没有。我想差不多我就走了呗，就走了。然后呢，那天正好电梯坏了，我要那天要电梯不坏，我估计这东西跟我没缘分啊。为什么这么说啊？C 座你应该去过，电梯坏了你要走楼梯，我在楼梯间，我下楼，那个朋友上楼，我俩正好撞了个对面。撞个对面呢，我俩打了个招呼，其实已经错过身了。结果他回头喊了我一声，我说怎么了？他说有个事儿我跟你聊一下。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给你看件东西，但是你别给别人看，这是我们行业的常规化啊。当然我肯定没问题啊，我说没问题。什么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就是不好，但也有可能是对的，我说不出来。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给几个业内人看了以后，大家都说感觉不错，考虑考虑。可能正常的情况下，大家这个考虑考虑，对吧？对，就会是迟疑。但是那件东西呢，是真的，大家要考虑考虑。他就问我，他说这样我给你看一下吧。我说有照片吗？他说有。他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拿手机，他说我不给你照片了，你就拿我手机看。我说行。我看了大概看了第2张照片的时候，我说东西在哪？他说在我家。我说什么也别说了，走，啊！我说咱们去看一眼去。我看完了东西以后，我大概看了有个1分钟，啊，检查了一下品相，我说你卖吗？啊，然后他就说，你真要吗？我说我真要啊，啊，他说这个东西是我从国外很便宜买回来的。我说我不管你多少钱买的，赚钱就是应该的，对吧？好多人现在买东西老问你多少钱买的，对吧？你多少钱买的？我给你加一成。你多少钱买？其实这是一个不符合规矩的，对吧？就是很简单，你多少钱买跟我没关系，我给你报一个价钱。结果我一报给他吓着了，他说啊，他说你真要啊？我说你真要，你这些东西你卖给我，我1秒钟付你钱，啊。然后他说我考虑考虑。我说你考虑什么呢？我说你不是给很多人看过，别人要考虑吗？啊，后来就最后当然可能第2天我就谈成了，我跟你讲了，跟你们领导也说了，因为这件东西特别符合保利的气质。而且现在加上这个确实征集比较困难，然后这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很难得啊，然后我就交给了你们啊，然后最后价钱还不错。哦，原来这故事是这样的，我终于对上了。回过头来再想，就是每一件东西的成交，你貌似无论是多少钱，它肯定是有一个，无论是咱们说这个，无论是领导、同事，这个真是每一件东西的努力，包括后期的文字制作，前期都是真是。
做到这个都是分不开的环环相扣。所以你说，如果那天没有那个电梯坏掉，如果没有跟人恰巧碰到这个东西，可能就跟我失之交臂了。有4个字可以概括这行，有时候就是这个厚积薄发。其实都说是命，但是你没这个。其实当然了，每一件东西的瞬间的判断，实际上是多年的经验。对，没有你要看不好它，你也不会。老说这个什么机会是个有准备的人，这个命里有时终该有，什么这都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还是有这个知识储备。是，就像我刚刚跟李英杰刚才私底下之前聊，我说大明的有件东西也是这样，那东西是很简单，就龙泉堂的嘛，对吧？很多的人去看过了都没有买，我到那就抱回来了，啊，其实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就像有句话说10000个人眼中有10000个哈姆雷特，别人只看到了你那一面，没有看到你背后所付出的这些东西。是，都有这个光鲜的一面，这个精神饱满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其实也有这个低谷的一面，这个失落，对，这个有些沮丧或者说失望，都有这一面。我记得我干拍卖，我从05年一直干，有一段时间的那个高强度的这个征集和做拍卖疲劳，早上飞一个城市，从北京飞走，然后跟人谈完事儿以后回北京，到北京已经半夜了吧，凌晨2点多降落到北京机场，2点多打车到家，睡了没有2个小时，然后坐最早一班飞机飞香港，当时那是很早的时候，飞香港，从北京飞香港3个多小时到香港，然后把香港又去了很多地方啊，大很曲折，最后呢又半夜当天从北京香港往返，又半夜坐了最晚一班从香港飞回北京，到北京又是半夜2、3点，然后我第2天一早还要坐早班飞机再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了一下手表，大概是半夜1点钟的时候，还没降落北京机场，旁边我记得坐一老太太。我就在想，我这个青春啊，这些就忙碌这些事情啊，老感性了，我跟你说啊，不是真的是累了，就是我觉得就特别累，每天就是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像机器一样在忙碌，然后想着自己就哗哗哗，就是也没哭啊，就是四周还有场上，谁还不是个宝宝呀？不是，他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个大宝宝，不是，没有哭，就是一直在掉眼泪，就是那不叫哭吗？就是累，真的是累了，他确实疲惫了。因为都是人，这么高强度的，根本没有家庭，见不到家里人，对，然后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在找这些东西。其实你这是拍卖人的缩影。现在好多了，其实这个同事多了。我这个心酸可能跟你差不多啊，就是我有一会儿就是从20年吧，19秋是我感觉我最难的时候，真是最难的时候。真是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有狼后边有虎，各种这个前后左右就没一个出去的地儿。然后20年这个刚开始可以出去征集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也是，你说这个一天这个短距离城市可能一天跑3、4个城市很正常的事。突然有一天我还发了朋友圈，我也不是文人啊，就是所谓骚客，突然想找一个地方就是手机充电嘛，就是机场里边你也知道这个它很难找这个充电的口，有时候就一屁股坐在那个机场的这个地毯上，它还有地毯挺好的，就是我就坐在那儿，然后就感觉突然就放松了，然后找个地方戳着，然后那个手机拍了一个就是地面上的那种感觉，我说真的想在这儿坐着，就是一直不想动了。其实我觉得有这种经历是好事儿，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为了得到一件东西，为了征集到一件东西，最失落的就是你兴冲冲的去了，然后那种失望可能就是那种你看到了他的好的东西，然后他就是不给你。经常是这样的，经常是这样。然后他说：“你放心，我谁也不会给，我只会给你，但是我现在不想卖。”最多就是这句话。你放心，这东西我要有一天卖，我一定找你。好多都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婉拒。尤其是这个，我们无论是做古代书还是古董，都会面对这种困难，就是因为它少嘛。突然看见一个宝藏，然后你发现他不给你，这种感觉真是。我就说这个事儿，去年这事儿就是，对吧？你也知道，对吧？这个我走了个大麦城，算是对吧？这个被这个美国的一家公司骗得够呛啊，这个特别烦心。然后所以这个东边不亮西边亮啊。然后就是我在美国买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也是差不多够大牌封面机，绝对够封面。这些东西呢买到了以后，后来也是被拍卖公司给玩了吧，黑吃黑了吧。然后我损失了一大笔钱，特别烦。然后就去三亚玩2天。巧了，在三亚的时候闲着没事了嘛，无聊啊，外面又热，对吧？在屋里算了，拿 iPad 翻国外的拍卖，看见一件东西，然后马上找人去要图片什么的，然后后来
东西一来照片，我一看，真好，太好了这东西。后来也是在海边边拍着照，那天边接着电话打了电话委托，后来很便宜，也不是很便宜，也是花了一定的钱了啊，就买下来。当然中间有很多人参与，那可能很多人对年份的争执和质疑，也有一些这种质疑啊。最后买到了，然后回来以后还算拍的还可以，对吧？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你这把自己剪了，我都说的轻描淡写，像传奇一样。其实他说自己是运气，其实这个我觉得靠天知道啊，每天不是运气，不是光运气，有的时候运气眷顾你了，你自己没有实力和魄力的话，你运气也会从你身边走。对，其实最后很多的东西的天价成交的那一刻，感觉这个东西瞬间就释怀了哈，尤其是最后落水梆的那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拍卖这块，就是刚才我接着这个范老师说，就是作为一个拍卖过程，咱们在拍卖期间，我跟李莹还聊过呢，就是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最后展览完了，跟一些重点客人还要再去沟通，包括跟领导在沟通，跟客人沟通，躺到酒店里的时候是3点半，凌晨3点半，第二天一早9点继续还要再开展的时候，我3点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是想让自己睡觉，我自己就眼都不会闭。就睡不了觉，就是拍卖的时候。但是就像刚才我接你的话，拍卖完的那一瞬间，整个这场结束，全都释怀了。突然有1、2天，我要在家里不出家，什么都不做。不是不出家门，不是不出家啊。对，不出家门，在家里就是不知道自己魂儿去哪了。对，就你整个人是在为这场拍卖会在做很多事情。我说我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同事那天这个也是很远的地方来了，我去看他，其实就是拍卖期间，就是陪着聊天，聊着聊着我就在沙发上，我就这么着就着了以后，他说：“范哥，你就这样能睡着，你还能说梦话？”我说的啥？他说：“这个东西应该谁能买？这个东西你在泄密吧？别说不该说的，对，你可不能泄密这个。录下。对，这客人一听，然后就叫什么迷幻剂，问你，那我这个东西你应该卖给谁啊？那时候真是，他说我那时候感觉真是压力挺大，就是15周年的那一场，那是真是。对，你说到15周年，疫情以后的第一场，那场真的全公司上下，我感觉从华人杯那场吧，对，从每一个员工到上面到领导，下面到每一个员工，其实都是绷着压力的。第一期节目还跟你师傅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黄少堂先生是这个咱们翟傲天先生的这个授业恩师啊，是我的老师，是这个亲老师，是，我是余徒。你得讲一下这个华人杯的事儿。今天为什么第一期跟你师傅聊华人杯的时候，他有点搪塞不提？华人杯确实是跟保利也有渊源，对，因为他卖了1亿多，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世界纪录。这保利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啊！对，保利几乎真的是古董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你想，原来上一回卖是200多万一只嘛，对吧？200多万一只，我们拆着卖的。对，拆着卖的，对吧？对，李莹刚才说的那个是梅荫堂，梅荫堂，对，我们对梅荫堂那个很印象太深了。起拍价几十万一只，第一口200万，对吧？后来就是一串200多万，一串200多万就全那么了。你说你要这么算的话，12。对，多少钱？就我们这一套整。听说花神杯的买家也是个新买家，真的是有胆识、有魄力的业内大佬。这件花神杯呢，为什么能卖这么贵？就第一，它是这个完整性，它整个的从质量到整个这个做工到这个鞋款方式跟它的发色，包括它的这个成套的这种性，是在任何拍卖公司里和历年拍卖里是无法比拟的。花神杯常见单只几只的，包括梅荫堂它那12只也是凑的，不能讲叫完整的一套。我们这一套创纪录的呢，它这12只呢，是从质量上到工艺上到整个做工上，它就是完整一套。从一开始它是从天津出来的，后来呢，它天津出来了以后呢，第一手呢应该是我师傅过手的，师傅过手的呢，当时大概是9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师傅跟我讲，然后到香港了以后，第二手呢是香港的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大收藏家，收藏巨情徐展堂。聊点你师傅没说过的。那我没事，我给你壮胆，有什么事找我。后来呢，就是这花神杯呢就辗转从内地，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呢，有一天徐展堂约我师傅去我师傅的那个画廊，聊天，合理活道的那个合理活道的画廊聊天。然后呢，他就问师傅，我师傅叫阿唐嘛，阿唐最近有什么好东西？然后师傅给他看了几件呢，他都觉得没有那么大兴趣。突然师傅说：“哎，我最近刚收了一套这个，你看一下。”我只是给你看啊，只是给你看一看，不卖的。
好，徐展堂看了这套，眼睛拔不出来了，眼睛都拔不出来，就死活要缠着我师傅，这套必须我买。说你师傅你开个价，我不还价。90几年吧，大概是90几年。师傅就说了一个，当时说了一个天价数字，就是这个华山杯不可能这套，可能超过了这个，就是我们见过的，可能翻了1倍，可能还要多。就是给了一个，其实是要吓退他。对，他给了一个不可能的价钱，就是说想你不要再问想了。对，我这套我想自己收藏。结果徐先生接了，结果这个价钱说完了，就像你说的，徐先生接了啊，没还价，行，我要了。你师傅愣了。对，因为当时我师傅开了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比较无理的一个价钱嘛，很高了，高过市场很多，他就是想吓退他，然后没想到呢，这徐先生没还价，然后师傅几下就接不住了，这没办法，君子一言嘛，既然我承诺了，我说出来这话了，那我只能去做到，因为毕竟钱对师傅来讲，虽然也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他对那个东西还是更看重，但是没办法，他答应了徐先生，最后徐先生把这东西就高高兴兴的抱走了，抱走了以后呢，在99年吧，咱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徐展堂先生就是把这套花神杯交给纽约苏富比了，放到了纽约苏富比，而且埃斯肯纳奇当年呢，就是这个咱们十面灵璧山居的这个顾问，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十面灵璧图啊，是他特别的这个主动建议这个十面灵璧山居的夫妇去收藏这套花神杯，最后果然是被这也是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的第一件清代瓷器。埃斯肯纳奇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段，就是当他们第一次收藏中国古董的时候，就买了一套，买的是徐展堂先生收藏这套花神杯。当然，徐展堂先生现在也过世了，包括十面灵璧山居也是，就是也散尽了，但是这古董还在，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我在一个大藏家家里书上看到的，就是没有人能收藏古董。只有伟大的古董艺术品在收藏我们。对，所以古董在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所谓的天价成交，东西本身价值是一个，其实它带来的人文属性、文化属性，可能这个东西的附加部分更多。不是人传物，是在物传人。物传人。包括这次的这个转心瓶，当时我记得是落在你的委托手里，对吧？是，真实的感受是，当时落锤的时候呢，我电话里的客人他很激动。然后呢，我也很激动，当时全场都在鼓掌吧，然后我当时脑子就懵了，就血压噌就上去了。就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就晕了好长。我之前只见过血蹭出来，晕了好一会儿。当然后来结束了以后，我去跟这个买家汇报的时候，买家很满意，他给自己的预估的价钱要比现在这个成交价要高很多，他没想到这个价钱能买到。所谓的刚才你说的天价，其实都是给外行人说的。对，是给外行人。咱们行内人觉得这个价钱其实远远没到它的价值。其实不高。对，而且在说到这件东西的时候，这个新买家，我也非常感激他，就是他作为一个新的进行的一个瓷器的客人，对保利十分的信任，对我也十分的信任，当然对我们这个整个古董部也十分的信任。你也好，或者说以你为缩影，代表这些拍卖人背后付出的努力，被别人认可了。没记错的话，这件转心瓶应该是他买的第5件、第6件瓷器，就已经买到很顶级了，一上手就买很高端的。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企业家、收藏家也好，还是企业家也好，他还是很敏锐的。他挑的东西，包括他对我们的信任，我觉得让我们有一种不能辜负的使命感，还有一种责任感。其实这种购买思路是对的，就是当你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你就掐着尖儿货买。尤其是作为收藏家，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像我们一样去做研究、去发掘。那很简单，就摘别人的果实就好。你有实力，就要去买你实力范围内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建立最好的收藏体系，这是一定是没有错的。对，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现在的年轻的买家真的是，我觉得啊，首先有情怀，情怀肯定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啊，就是很多人啊，可能把钱花在其他的地方，用在其他的地方，可是真的有人做古董消费或者艺术品消费的人，一定是在精神上一定是有情怀的，或者是有情节的。对，是。再加上对保利也好，对像你为代表的拍卖人也好，对你们的一种认可。是，没错。所以说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忘记了你所谓刚刚你2个眼泪流的时候啊，可能是无所谓了，管他流鼻血还是流眼泪的都无所谓了，都值了。其实就是你看，这是一个缩影，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你说的印象深刻，就是那年梅荫堂那有一件这个雍正的这个平安春信碗，
我知道了，用洋彩一平4600万，4600万，那个同款只是在这个瑞士保尔基金会，但是保尔基金会那只还没我们那只大，尺寸比我们小，质量还没我们那好。这个买家也是一个新买家，他当年买这件，他当年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个新买家，新买家刚刚开始，也开始头1年开始买瓷器，很有信心，热情澎湃，那时候信心满满，而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收藏家。现在还很有激情，依然很有激情，而且越战越勇，而且是越挑越会挑，自己越来越敏锐，而且现在整个的从他的这个收藏品味来讲，和包括他的这个整个选东西来看，他的提升的非常的快，而且整个的这个节奏啊，包括对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古董这个行情，包括这个古董的这个品类的把握，现在提高的不是一星半点。他自己也很下功夫了。那肯定是人家花的钱，就是谁掏钱谁。我说实在的，我现在碰的就你说的买家啊，我现在碰到他的时候啊，感觉越来越年轻了，是吗？越来越年轻啊，真的，可能这就是古董给人一种陶冶情操啊，一种心性的一种释放。对，我不知道那天师傅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说他以前遇到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是一个香港的金融家，自己开银行的，这个人很逗，很有钱，他已经去世了。你师傅没讲，是吧？你来讲吧，啊，好不好？啊，是我师傅。对不起了，黄先生啊。没有什么对不起，这就是一个好出事找他啊。就是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一个香港的实业家，一个金融家、银行家，自己有银行，私人银行。他呢很喜欢古董，每天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找一些古董商来喝茶，古董商会拿东西来卖给他。然后他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对这个古董和古董人的这个热爱喜好是发自内心的，经常打电话，那个谁谁谁，你今天晚上来喝茶呀？有没有好古董给我看啊？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客人，人家说，哎呀，古董哪那么难找啊？你上个月找我，这星期找我，哪有这么多好古董就给你看啊？你知道那个收藏家，他像开玩笑，他说了一句话，他没事，没有好古董也行，拿个假货来给我看也可以啊。就是他对这个就是跟古董聊天啊，跟懂古董的人一起交流，他是很开心的。每天金融界、银行家对这些金融数字啊这种很高压、很烦人的这个。而且就是对人际人的关系，但是他跟古董人聊天的时候，通过对古董的鉴赏，跟古董人聊天啊、买卖，他很开心，他觉得自己是释放。其实现在刚才说的似的，找东西真的很难，哪有那么多？经常我的一些朋友给我打电话，茂良最近买什么好东西了，去找你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啊，匀给我们几家。我说这不好，真没东西。包括拍卖公司一样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茂良你最近有什么横货呀，给我们支持一下。其实真的不是我拒绝他们，真的没有。真的是没有，太难找了。我原来我就说，疫情之前，对吧？能出关，我每年对吧？全世界200多天在外面飞。那你说我能买到东西的数量屈指可数，就那么点东西，回来私底下卖一卖，各个公司拍一拍。你说的这个古董难找，再一个呢，也需要有用心去找；再一个呢，就是还需要就是准备好。刚才范老师说准备好，对，运气、魄力、财力这3样必不可缺。还有一个就是好古董，就是好古董有磁场，它会吸引你，同样你也会吸引好古董。你像比如说咱们这个转心瓶春拍创了世界纪录，我们今年秋拍还有一件重量级的世界罕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性的一个转心瓶，就在你背后这个。对，在我背后的这件，大家一会儿可以看看小图，一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它也是来自乾隆时期的啊，洋彩的，中间呢这个腹部呢是带这个卢君釉的这个转心瓶，它可以说是把洋彩和单色釉结合，东西方交融的这个结合，而且是唯一性，也是很早年的时候，10年前的时候，在香港的苏富比啊，当时是封面，这次估价带群呗。对，当年10年前的时候就大概7000多万吧，我记得是查资料，而且这个无论从造诣上、工艺上、级别上，应该来讲是绝无仅有。其实包括咱们场地另外一个东西非常吸引我，就是那个纯绘皇贵妃的这个肖像。那天我来的时候看了非常非常久，咱们让这个李莹姐来介绍一下哈，这个特地这领导点了的啊，点名的专家。正好范老师也在，对画这边我们也是第一次。是。对，其实郎世宁我们就因为之前也刚开了一个研讨会嘛，就是对郎世宁的认为，我们之前也跟范老师在谈，就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这个美术史上对他不是有特别重的描写，因为他可能是在宫廷里为帝王服务的，但他其实是一个传教士，他是意大利人，对，他年纪轻20来岁到了中国之后，不远万里，然后就入宫就开始画画，而且特别累的工具人，对，一年365天就是要画很多很多的画。
从康熙画到雍正，画到乾隆，三朝，三朝，三朝对。然后你想，他从康熙晚年，然后雍正的时候，几乎画的是这种静物嘛。到其实人物画像是在乾隆时候，对乾隆时期。然后乾隆把它用的真的是从画自己、画后妃，然后画功臣，记录战事，对，然后画那个宫殿里面的壁画装饰。然后还要画那个，还要设计圆明园、西洋楼设计，他最全部要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对吧？这个西洋楼就是这个，对，全是他。然后对，在瓷器上咱们那个也是，就这种透视啊，什么东西也是他来传过来的。没错。然后像这幅画，它重要就在于我们之前说它是私人，唯一就我们市场上能够见到私人收藏的郎世宁会的半身油画像。我们目前应该是查阅公司收藏，应该是10幅吧，加上重庆皇太后。然后就是乾隆自己，然后分别是在北京故宫，然后集美法国集美，然后还有多乐美术馆，然后都可以跟着我们后面这个新写制评卷上面这是乾隆元年，因为有明确的记录，而且每个人的旁边都有题字，就可以从面相上来对比，然后我们就能确定这个是纯惠皇贵妃。然后我们问过宫里老师，宫里这些半身像其实后面是有个签儿的，但是这个签儿其实是混乱的，就是有的是当年贴放的，还有就是后面就晚清之后那时候再往上贴的，有的就名字都是错的。这样的情况，对，经常会出现。对，就给弄错了。对。然后，但这一件是保存非常好的，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然后它的那个油画的笔触，就是它虽然是一种西方的绘法，但它是保持了中国人的那种审美，就是没有太多的明暗，然后纯慧的那个面庞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然后面部腮红这块也是晕过来。然后头上戴的是从它的品级上很清楚，就清代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到乾隆是一个特别规矩的，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你可以按照它的规规矩矩的，按照严格的大清会典的规矩怎么穿衣服，他的衣服上能绣什么的龙，他穿的是那个几米珠的一个龙，就是8团龙袍，这个就非常好，比平金银绣的那种要高级。头上戴的是那种熏雕的那种东的那个吉服冠，上面是一颗硕大的东珠。我们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可以跟维米尔的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来比对一下，因为毕竟那珍珠画的都特别漂亮。然后1耳3钱，然后额头戴的是那种石青绒，然后缀着那种金饰片，中间是点翠的一个火焰，然后中间再嵌一颗东珠的一个梅勒子。就整个就是你看它就是，我觉得它比其他的那些后妃可能看着更漂亮，就它富态一点，稍微，毕竟他是个汉人，而且他是乾隆朝不是清代唯一一个。他姓苏，他是清代第一个入旗的，他不是台旗，他是入旗，他就是一个汉军旗嘛，就直接入到满军旗去了，就相当于乾隆对他有多喜了。然后其他有可能是台旗，台旗和入旗是不一样的，对。像本来在旗，就比如像惠贤皇贵妃，她应该是台旗，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乾隆还写了好多诗去缅怀他。咱们这次这张作品，咱们定了大概多少钱？剧透一下。估价带寻吧，对，还是带寻。对，这个好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估价带寻什么意思啊？估价带寻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很贵，特别贵。而且挺有意思，它档案我们也看，就那个它是油画作嘛，也还有如意馆这几个地方画画。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多的价格参考，就最多就你参考一下前几年苏炳卖那张像，那张也是肖像，对吧？但那是绢本设色的，设色啊，就是中国式的，1亿多，也是1亿多啊，1亿多港币，1亿多港币啊，文艺也可以拿那个这2年也拿那个参考一下。所以我觉得郎世宁很聪明，郎世宁是真的第一个西方人去用中国绘画的技法、中国的这种东西材料，对，去把这个融合，他其实是创造中国油画这种的先锋第一个人。包括他进了宫以后，实际上对17、18世纪的宫廷绘画风格影响都很重的。这个包括后来，你包括其实光影明暗的这种处理、透视的处理，其实包括西洋风逐渐进入宫廷，然后交融，然后创新。其实郎世宁是做了非常大的。他有想法，就像比如他用油画颜料，这颜料我们能查档案是呢，他从粤海关嘛，就是广东那边能够进，广东的海关。但它的纸我们去分析嘛，它是高丽纸，多层高丽纸，是拿那种就是东西粘合到一起，大概4层5层粘到一起。所以说，你说它能进口颜料，它为什么不能进口油画画布、进口纸那种纸吗？画布它肯定也可以，但它却是我要用高丽纸去画这个东西，所以他也是有想法的，要去实践，他在不停的实践中，然后才能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作品。所以皇上也特喜欢，什么都让他画。对，人壁画也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可以真的是
可以一饱眼福了。咱们从这个后面的展柜里，咱们选取了几件啊，也是今年秋拍的重要拍品，咱们来这个剧透一下啊。感觉跟变魔术似的。感觉跟变魔术一样啊！先看看这件吧，咱们先看这件啊。这件你看这个款儿，这是底座啊，宫廷紫檀座，带椅子款儿。过去啊，这个就是皇帝特别爱配底座，很多宫廷的官窑的瓷器也好啊，甚至一些上3代的青铜器也罢，甚至你看好多的石头，皇帝都爱给它配底座啊。对，这个是器仪座都要配好的。乾隆仿乳釉啊，这件呢是汉祜尊。对，乾隆仿乳天蓝的这个汉祜尊，刚才就说咱们就说到这个，就是这个乾隆皇帝这个磨骨，这件就是磨骨器，仿汝窑乳釉，但是有创新，它加入了这个乾隆皇帝很喜爱的这个天蓝釉的这个釉水。然后这件东西来源非常显赫，是这个来自这个日本的红池男爵家族的旧藏，也是有过几次的这个辗转的这个大藏家的过手吧。这件仿乳就是来自乾隆时期，乾隆早期吧，对这个磨骨瓷，对这个汝窑的这个喜欢，所以他让自己的工匠烧制了这种汝窑。乾隆早期款儿，哎，这个签儿很有意思。湘江雅之前参加过那个香港那个对吧？对，回归的那个展览，首都博物馆对做过一次展览，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然后最早的一个来源，我们查到是刚才我说那个红池男爵，他是在江户时期在日本的时候一个财阀，当时在日本做到了最大的财阀，他们家是做清酒的，然后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被封了男爵。质量真高啊！仿乳釉有2种，一种无纹的，一种是这种鱼子纹开片，鱼子纹这种好，喜欢这种别漂亮啊！这是真喜欢这个，真好。本身单色釉就是我喜欢的。这个得估多少钱？我估一下啊，600。这不用，我们拍卖这次价钱非常低。这次估我多少钱？350吧，350到550大概是。好东西便宜不了，你们那个估价就看一看，经常估个几万块钱，卖个几百万出来，几十万卖个几百万出来，不要吓着别人，也是有，是希望市场能给他认可吧。对，真的漂亮啊！这你看它的那个底座，它刻了一个乙字款，这种乙字款就是来自宫廷的这个原底座，我们可以放一下看看它是不是那个严丝合缝的，严丝合缝的，可能因为时间长，对，有点木头有些变形，但是还是严丝合缝的，是。真的，其实你说很多东西日本来源的东西啊，为什么特别干净啊？就真的日本人对这个东西的保存是非常好的，所以有些方面啊，我们还是，尤其是瓷器，很多日本出来的瓷器确实比欧洲和美国出来的瓷器品相状态要好。真的，这个每次说起这个，然后上手看这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太一样，对，它感觉真是好。同类作品啊，这种品种还有其他也有窑变的，也有窑变的，窑变跟茶叶末，但是很少见。对，茶叶末在日本叫荞麦色啊。这种仿乳天蓝是让人真的喜爱，它很像天空的颜色。那咱们看下一件东西来。壁屏。哦，这个我印象比较深。这是这个我们这次也是展览吧，也是有幸征集的这么一件这个。刚刚说到玉题诗，对，乾隆玉题诗的这个洋彩的大的这个壁屏，就是挂在墙上的这个壁屏。大家看，前面是圆的，这边是扁的，这应该是挂在轿厢上或挂在这个墙壁上的。有时候皇帝出行的时候会挂到轿子里啊。所以我们老说乾隆，人家皇帝是生活，我们是凑合嘛。对，它这个器型，我们在一个咱们的这个参考书、教科书里，就是也是权威出版，也是见过的。但是实物，这是我第一次见。壁屏顾名思义就是挂在墙壁上的，所以它都是一半切割，然后做一个半体，然后后面带一个拴个绳啊，对吧？方便墙上悬挂啊。这种瓶子真的是独特啊，新颖的。你看金彩款是吗？是金彩款，我看看这儿。它这种中间用墨书写的这种御题诗呢，它是用小篆体写的，包括这个用反孔写的这个乾隆陈汉款，一般都是馆阁体啊，对吧？对，楷体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篆体的很少，很罕见。洋彩绘制的这个表面，这个外壁的纹饰，然后它这个底座呢是仿木纹做的，专门做的仿木纹，就像嵌在那个木架子上一样。全品相，真难得。这估多少钱？这个具体我还真是我们800。没有，没那么贵，没有，但这个肯定从价值来看，我觉得800应该拦不住吧，它应该是千万的东西，但是肯定没那么贵。这次因为比我们常见的壁屏都要大很多，可能常见的壁屏就这么大吧，对吧？啊，这只真的要好，而且它关键是它好的，它连座，
你刚才说这个品相，应该准确讲呢，它的耳朵上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品级和品相应该先看重品级，只要不是说品相啊特别差的状态下，其实只要这个东西的品级够了以后，尤其是对那种独一无二的东西，我觉得品相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到它的那一刻已经很就是很难得了，你还要在乎它有一点点品相，一点点的什么毛病，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吹毛求疵了。碧瓶那个板块也是你们推下来的，你们当年前几年卖那只碧瓶卖了2000多万以后，碧瓶一下就涨了。准确的讲，是我们挖掘它的历史价值跟它的艺术性，然后让它带到了一个合理的价钱。我一直觉得古画特别神秘，就是特别深奥，真的，就是从一张很小的画，那个就是不专业啊，就是很小画，就是很模糊。然后呢，有些彩都掉了，但是你们能很准确的看出这是谁，大概谁的风格，什么时期。我觉得他们这个真的是，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直都说这个就是专业嘛。就比如说你看这个瓷杂也是一样，可是你说半天，我一直都在迷茫，就是我也知道好，看出来好，但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说我也不知道好在哪儿，是一样的道理嘛。你肯定这个断代很清楚，一眼就能描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个跨专业的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个火箭是拿这个煤这个把它点燃的是吧？升空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呢，我认为书画和瓷器，尤其是古代艺术的，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你比如说很多重要的瓷器，它的画稿都来源于如意馆的画师，对吧？其实运用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你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就是黄先生那期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过去很多的大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其实瓷器书画也不分家的。对，很多就是这种专业性的东西，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古人都说这个阅千件而后知器嘛，是吧？就是说你看了1000把剑，你自然知道这个剑它是好坏嘛。其实你看东西多了，看780就看780，你看1000张真的，你那个假的，它自然就你一眼就描出来了。但是古代书画，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有提到，真伪是一个很大的鉴定问题。我说句可能是不该说的话，就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那个抖音上老上那个叫什么，这个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是吧？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个东西啊，其实辨真假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第一步，这叫辨真假知好坏，是辨真假是第一步，知好坏是第二步。其实这个东西它会告诉你它自个儿是真假，就是古人要比现代人更讲究，这句话叫就是说他会在他作假的时候，他会在很明显的地方会给你留出他的破绽。对，他这句话我忘了怎么说了，就是我现在这个脑子现在不好使，就是无论是哪个地方，他都会给你留一点破绽，让你能够看出来。这就我说的不太专业，就有时候我去艺展看的时候啊，跟着玩书画的朋友去看书画的时候，都说这个画画的真好，哎，真像这个人。可是这个款儿，一明显就不是他的，是不是这个说您说的破绽呀？对，无论是款儿，或者是他写个错字儿，或者是等等，他会把这些东西，就是古人是比较讲究的，他不是现代人是不讲究的，就古人是很讲究，就是他这个，比如说印章，比如说落款儿。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画人他会画在哪个地方会出问题，包括比如说画我这个衣纹的结构，就是结构上出问题，就是这儿就是它不能在那儿长这个东西，就是物理和画理的问题都会体现出来。那就是你既然看出来了，它也会提示你了，就是但是你还要说服自个儿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要买它，或者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不能买它，那这叫什么呀？这叫执拗。但是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买这个东西有他的这种想法，因为古代书画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年份呐、或者年代，它是一个长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这个人画的，因为古代就有这个代笔的情况嘛，就是他替他画、替他写，那他也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那就是我们都知道是他替他画的，但是他还是要去。有它的这个历史啊、文化的价值还在那摆着，那它还是有这个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就像前期胡云小姐之前提到的，也是您的好朋友哈，这个提到这个就是晚明的苏州片儿，对吧？就典型的就是就像他也提到了，台北出了一本书叫《伪好物》，其实里边很多东西很精彩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单单的以真假去论的话，那可能只在真假方面去论的话，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它有它的好，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创作条件，它有它的艺术性。当然，它有那么几百年的年份放在那儿，你不能说它是假的，你只能说它是当年的。不是那个人。
当年的精彩的仿品啊，也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就像很多经常我们见到，其实大名头也在仿大名头，包括瓷器也一样，官窑也在仿之前的官窑，对不对？就官仿官，对吧？对吧？康熙也在仿成化，雍正也在仿成化呀，乾隆也去仿宣德呀，去仿永乐，一直都在做这些东西。所以说，古代书画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区域，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其实我们在无论是你学瓷打也好，学这个古董就是古董瓷打，或者是书画也好，它毕竟有一个时代特征，有一个我们从开始最好的入手去学，有一个对比嘛。但其实你还是能找到这些窍门的，只是你愿意承认不承认，你是不是刻苦努力去学这些东西了？你是不是面对这个东西时，你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你在那一瞬间，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东西是对与错的问题？其实，所以说就是说，东西是很简单的，所以说就看你的思想在那一瞬间是否纯净，是否？那他这么说，其实古董一样，也是这样，就是好的，也是好东西自己会讲话。对你上来这一件东西，好东西，一瞬间你跟他有通话了以后，跟他有共鸣了以后，它就是好的。这么多年，这个拍卖就是你翻一下，就是原来这些拍卖公司，比如说我们这个其他的拍卖公司啊，这些好这个早年的拍卖通路，那里边你翻开他的书，感觉包括我们的书，那么多好东西都去哪儿了？再出不来了。对，所以每一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保利拍卖，就是每一年都期待，因为保利现在用我们的业内话来说，啊，中国艺术品拍卖界的航母，对吧？应该是全球的头把交椅了，几乎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确实每年我们都，你拿我们业内人来讲，虽然我们也有提供一些精彩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是很期待今年保利的收到图录。其实你们有时候公众号啊会去推一些精彩的拍品，一些拍品讲解，我们也是很期待。其实你们老藏着掖着，我觉得你们也特别没劲啊，就是每年都说，哎呀，征集难呀，有好东西吗？对吧？啊，确实是这个，对，确实很难。就是这个市场有时候现在就出现了，拍了这么多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就是出来好像是快进入一个冷漠期也好，当然我不是唱衰这个行业啊，就是说大家呢就是确实货源枯竭了，一是货源枯竭，没有那种特别刺激性的东西，就是稀售，对，就是好东西我不舍得卖，好多不是钱的问题，都不是钱的问题，对，我真的就是就像您说的，我真的不想卖那天肯定给你，就像我真的是就像你们领导是有时候，哎呀。猫粮真的不好征集货呀，对吧？老师就我也学动态都挺像的，哎，真的是不好，真的是不好征集啊！现在缺货呀，啊，咱们这是开玩笑啊，这个播的这个不剪啊，这个不剪啊。哦，对，这个我知道，我是很神奇的一个专场，没有一家拍卖公司是在国内拍过，没有。哎。这个鞋柜上放了一个菊花瓶，都落了灰了，上面插着花，我就把那个灰扫了扫，我一看，哇，雍正官窑。那老外把大衣脱了，啪就摁在柜子上了，就直接搭在那件都给那东西盖住了，就这么巧。翟耀天，保利的身高担当了啊，也是体重担当，没有别的担当了。这是郭永之万部的，也是高级业务经理啊，这邹德新先生，我是保利酒量天花板。没有，天花板在这儿，天花板在这儿。你是今天你这节目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来了，让李莹姐带我们到这个工位转一转。咱们一会儿先忙，好，给个特写来，一夜暴富。那保利员工都比较有上进心。你看这个上班不容易啊，你看常备各种药啊。日常还得科参呢，6年份的西洋参。所以说这个拍卖不是谁都能干。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要想老得快，就得干拍卖，是身体跟头脑必须同时跟得上才可以。正好路过这儿的时候，看见这儿贴着两个有意思的肥宅，我们这办公室都让你一览无余。对，不过今天因为是周日都没人啊。